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我们来整理一下现在万国觉醒出现到的问题，然后游戏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游戏玩家人数变少，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啊，毕竟这个游戏都已经快要6年，接近7年了。但是大家还是可以发现得出问题出现在哪里。那首先我们要探讨的问题就是 KVK 为什么玩家的人数减少这么多。我们要先从问题的根本去了解。那 KVK 比较多玩家反馈的问题就是 KVK 要花太多的钱，比方说水晶科技。那我发现到其实某一些地图，如果你不花钱去购买水晶科技的话，其实还是可以玩的。就是说有一些地图其实对于 F2P 来说是蛮友好的，但某一些地图其实设计的并不是很友好，就比方说不列颠之王。不列颠之王它的争议差别是很大的，如果你的账号本来就很强，你在这个地图里面就会更强。还有包括某一些兵卡，其实对于 F2P 玩家来说并不是这么友好，就比方说有一个就是重伤2%，就会变成你的攻击、你的输出。但是一般玩家是没有这么多的兵量去阵亡部队的。还有包括荣誉决斗，荣誉决斗就连水晶科技都计算在内。一般的玩家如果没有更好的装备军器就算了，就连科技都不是很好的话，你很难在荣誉决斗里面拿到更多的硬币，就变成说你没有办法去购买更多的兵卡，导致到中低战力或者是氪金水平不是很高的玩家在那个地图中其实不是这么友好。在这个地图中，只要你遇到的敌人他们的装备军器水晶科技都有购买全部都很强的话，基本上可以宣布投降，不需要去玩那个地图了。当地图给予的强度太高的话，就会导致说玩家的资源或者是加速消耗的会比较快。加速和资源之间，其实我觉得资源都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啊，资源你没有了，你可以去购买，又或者是自己去采集都可以。况且再加上最近的更新，在我们 KVK 结束之后还会返还一些资源，我反而觉得加速的问题会比较大一点。尽管在我们网国里面已经是有10等级的野蛮人存在了，但是我发现到玩家的加速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我的账号本身就是每一天都会去打野蛮人存在，我甚至都快要把EN打到满了，可能有1-2天的时间是没有去打野蛮人存在的，不过几乎每一天都会去打野蛮人存在。但是1个月的时间下来，我能够存到的加速数量啊，这里就包括治疗还有一般的加速，就只有104天而已，其实是根本不够去战斗的。正常来说，一般的王国应该都已经报名 KVK 了，但是因为我的王国它要等到最后一次才报名 KVK， 所以如果等到下一次我报名 KVK 的时候，应该还有150天左右的加速吧。但我这个问题主要是告诉各位，如果是一般的玩家没有购买礼包的情况下，加速肯定是不够用的。那当玩家的加速不够用的时候，自然而然在战场上打仗的时间就不会太久，只要战斗的时间不是很长，王国的活跃度就会降低，又或者玩家只能选择更加低等级的王国去移民，就比方说西王国、帝王国。但有些玩家并不是说他们不想要战斗，而是没有这么多的资源加速去战斗。就比方说我自己本人也是想要战斗时间长一点，但是没有办法，我能够获得的加速就只有这么多。如果一些玩家比较勤劳一点去玩这个游戏的话，可能加速会多一点啊，至少一个赛季可以存到大概200多天的加速左右。但是我相信如果能够到那个程度的玩家，你应该是很活跃的，就是每个任务可能都会去完成，不管是什么活动也好， PVE 的活动也好， PVP 的活动也好，都会去完成。但是有多少玩家能够做到那个程度呢？我觉得大多数玩家能够去打野蛮人城寨都已经算很好了，毕竟现在野蛮人城寨的等级比较高了，你要去打下来也没有这么简单，尤其是自己打而已。所以我觉得如果允许的情况下，如果官方能够增加更多的活动让玩家去获得加速的话，就会更好。当然我不希望游戏直接给我们更多的奖励啊、加速资源之类的，就比方说我打野蛮人城寨，我是透过消耗我的体力药水去获得加速，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可能他们的数量可以增加多一点。下一个问题就是账号的养成成本了，你们也知道现在不是只有要做装备而已，还要做军器。那军器有专属铭文跟没有专属铭文的差别是还蛮大的。那就算现在如果你拿到前10名，阵亡最多、击杀最多、治疗最多的玩家都可以拿到征服者之证，但是要获得前10的前提也是要开销蛮多的加速资源的，一般的玩家是获得不了。
不然就是在 KVK 中你要获胜之后才可以拿到征服者之证。如果你的运气比较好，你的王国比较强的话，那可以拿到比较多的征服者之证。但如果是一般的王国就没有办法获得。还有就是在这一年下来，我观察到，如果你真的是要每个队伍都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军器，不一定要有专属，至少都要花1年半的时间才可以让你5个队伍里面都有军器比较好的配置。但是玩家有没有那个心思可以玩1年半的时间，然后拿到比较不错的军器，不一定要有专属。至于装备觉醒方面呢，其实我个人觉得装备觉醒的差别不会说太大，尤其是在野仗的时候，虽然多多少少还是会有影响啦，不过大多数的玩家都不会弄到全部装备都是觉醒5，所以如果你一般装备可能有觉醒2、觉醒3都已经足够了。不过也是要花不少的时间、金钱、材料去锻造你的装备了。但如果装备军器都跟不上进度的话，大多数玩家依然还是会跑到 CD 族王国去了。然后 CD 族王国的玩家活跃度又不够高，又导致到自己又要弃坑了。下一个就是奖励数量的问题啊，就比方说登峰召集 MGE 或者是其他有排名的活动，可能你要前20名的玩家才可以拿到一些比较不错的奖励。但是在王国里面不可能只有20位玩家而已，就导致成多数玩家他们一直没有办法获得比较好的皮肤，没有办法获得 MGE 统帅的话，他们自然而然也是会移民到其他的王国去的。尽管有内定排名也好，你们也知道有一些大哥他们怎样都要拿到前10名的排名，就是说就算是内定也有可能排不上你的名字，因为你的账号可能没有这么强。所以当时候我提出和服，我看到有不少的玩家都有说到，假设说和服之后，原本我在我的王国可以拿到前10名的 MGE， 和服之后可能我就只能排20名，我拿到的奖励数量就会减少。就是说可能真的有一些玩家他们是特意为了这些奖励而移民到没有人的王国去了。而且就算我们不要说登峰召集 MGE 这些活动啊，像 KVK 结束之后，你要分配征服者之证也不够分配，所以王国大幅度的缩水，玩家流失很多，也是一个问题之一，在之前1093的问题中也是有提出。最后就是比较多玩家抱怨了，这个游戏已经没有什么策略性可言了，就是看谁的钱比较多，所以就可以赢 KVK。尽管万国觉醒是一款策略游戏，但是我真的感觉不到有多少策略的成分在。那假设你是管理层的话，可能会比较多策略，就比方说外交方面也是一个策略，然后要怎样去建旗帜也是一个策略，要如何去打仗，要如何指挥，这个也是个策略。但是对于一般的玩家来说是没有任何策略可言的，就是派队伍出去战斗，死掉回家，就这样子而已。甚至我觉得其他的副本活动策略性会比较高一点，就比方说奥西里斯联赛、埃及之战，又或者是奥林匹亚之巅。因为在这些活动中，你才是需要合理的去分配你的部队，你的部队应该要走哪个方向，应该要做什么东西，要驻防集结还是野战。可能少了你的一个部队之后就会有影响，就比方说奥林匹亚之巅，你的部队没有过去帮忙打架的时候，可能你的旗帜就被人家抢掉了。然后在 KVK 就比谁的资源加速更多，谁的活跃度更高，谁的代打更多但是这个问题不只是发生在万国觉醒上面而已啊，我看到多数的策略游戏都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除了单机的策略游戏，就比方说文明系列，或许就是因为没有策略性可言啊，就是靠钱还有靠时间去获得胜利而已，所以多数玩家都选择不玩这个游戏了，真的太过于无聊了。以上就是我整理出来的一些万国觉醒里面目前有的问题啊，要去解决之后才可以改变到游戏的生态。但是我相信我这里所提出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而已，因为我当时候去开会的时候都是一直在想着要怎样去拯救这个游戏。这个游戏目前有什么问题，我想了很多，但是都没有一个完美的方案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可能会某一些玩家不是很满意，又或者是造成负面的影响。建议各位对于这一次的话题有什么感想，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